上回说到，特南克斯变身超级赛亚人，几招便秒杀了弗利萨和库尔德。特南克斯不仅会变身超级赛亚人，而且还预言了孙悟空会在3个小时在某个地点降落。他带着众人来到悟空降落的地方等待，用万能胶囊变出了一台冰箱，招呼众人喝饮料，边喝边等。大家围在特南克斯身边咨询各种问题。特南克斯话很少，他只告诉大家自己只知道孙悟空这个人，但从未见过。至于为什么会知道孙悟空会在3个小时后回到地球，这件事是秘密，不能说，自己的名字也不能说。贝吉塔对特南克斯持有怀疑态度，在他的认知里，赛亚人只有自己、卡卡罗特、孙悟饭，而且赛亚人的头发都是黑色的，这个超级赛亚人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布玛注意到特南克斯的衣服上有胶囊公司的标志。特南克斯强调自己并非是胶囊公司的员工，至于更深的内容就不便透露了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特南克斯一直忍不住偷瞄贝吉塔，惹来贝吉塔一阵反感。布玛敏锐地发现特南克斯和贝吉塔气质和脾气方面有点像。3个小时过去了，众人确实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正从天空中向地面靠近。几分钟后，一艘圆形宇宙飞船从空中砸落，船舱打开，里面的确是孙悟空。悟空一脸懵逼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自己会回来，自己不记得向任何人透露过行踪？更让悟空奇怪的是，熟悉的亲朋中多了一个陌生的少年。悟空完全不认识特南克斯，也未曾见过他。本来大家都以为特南克斯是悟空的朋友，结果他们2人竟然都不认识。特南克斯站在一边沉默不语，待众人七嘴八舌的声音小了一些了，特南克斯走上前来，请求与悟空单聊。特南克斯告诉悟空，本来弗利萨父子是要留给他干掉的，但是由于时间紧迫，自己只好出手了。他本来只想见悟空一个人，却意外地见到了大家，无意间改变了历史。特南克斯的话题戛然而止，突然提出来要和变身超赛的悟空比试一下。悟空答应了特南克斯的要求，两人变身超赛。贝吉塔在远处看得着急又生气，但是无奈自己不会，只能干跺脚。特南克斯拔出佩剑向悟空砍过去，悟空竟然躲都不躲，他感受不到特南克斯的杀气，所以他料到特南克斯不会伤害自己。第2次对决，特南克斯表示自己要出招了，悟空仅凭1根手指就挡下了特南克斯的剑，这让特南克斯十分佩服。孙悟空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强，不对，是比传说中的还要强。经过一番简单的较量，特南克斯认定悟空是值得信赖的人，于是他把自己的身世秘密都告诉悟空，并请求悟空务必保密。放心吧，我的嘴可是很紧的。特南克斯将自己的身世经历缓缓道来。他是乘坐时光机从20年后的未来世界来的，是布玛和贝吉塔的儿子，在这个时空的2年半后将会出生。贝吉塔在特南克斯懂事前就死了，所以特南克斯刚刚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。悟空惊愕地看向贝吉塔，那家伙也会当爸爸呀！特南克斯特意乘坐时光机来到这个时代，是为了告诉悟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3年后的5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，南都西南9公里的一个小岛上会出现2个超级恐怖的人，他们是由原红绸带军团的疯子科学家格罗博士制造的人造人。这是2个非常恐怖的杀戮机器，是以杀戮和破坏为乐的恐怖分子，就连秒杀了弗利萨的特南克斯都打不过这2个人造人。20年后的世界只剩下特南克斯一个地球战士，包括贝吉塔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杀死了，而侥幸逃脱的悟饭成了特南克斯的恩师，也于4年前死亡。而悟空不久之后将死于病毒性心脏病，因为短笛死了，龙珠也消失了，死去的人无法复活。在不远处偷听的短笛吓得脸都绿了。孙悟空表示很遗憾，未来有这么厉害的家伙，自己却不能与之一战。对于好战民族赛亚人来说，没有比这种事儿更悲哀的了。特南克斯给悟空送来了特效药，悟空的病在这个时代是不治之症，但是20年后已经有了特效药，吃了这个药，悟空就不用死了。本来特南克斯不可以做这种改变历史的行为，不过布玛在未来辛苦制造了时光机，就是为了让悟空去拯救世界。特南克斯嘱咐悟空千万要保守秘密，自己和悟空约定3年后再见，如果那时候自己还活着的话。说完了这些，特南克斯便起飞离开了。短笛隐瞒了特南克斯的身世，将人造人的事情和众人说明。为了3年后的大战，不想死的就赶快修行吧。那么这1年多，孙悟空是怎么度过的呢？原来在纳美克星马上要爆炸的时候，孙悟空乘上了金牛特种部队的飞船，稀里糊涂的来到了亚德拉克星球。在这里，悟空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接待，还学到了一项绝技瞬间移动。众人相约3年后在南都西南9公里的小岛上汇合，共同对抗恐怖的人造人。这时布玛提出了一个意见，
既然我们已经预知了未来，为什么不直接干掉格罗博士？这样恐怖的人造人就不会出现了，未来就不用大动干戈的干仗了，和平不好吗？好斗民族赛亚人发言人悟空表示，干架才是赛亚人存在的意义啊！其他战士也纷纷表示想和人造人拼一下，看看自己的实力。克林认为，这里的朋友从前都是敌人，正因为共同对抗强大的敌人，大家才被迫联手，久而久之成了朋友。如果没有共同强大的敌人了，短笛不好说，贝吉塔那个家伙一定会调转枪口打自己人的。布玛一听觉得有几分道理，于是不再坚持己见，为了变强，众人各自展开了为期3年的魔鬼修行。贝吉塔最刻苦也最可怜，他现在一闭眼就能看到悟空和特南克斯变身超赛在自己面前，仿佛在故意和自己炫耀。贝吉塔为了超越悟空，直接让布玛的父亲给自己做了300倍重力的修行场，这一练差点给命搭上。还好有布玛的悉心照顾和爱的鼓励，让贝吉塔一次次重振男人雄风。悟空与悟饭、短笛一同修行，悟空放眼目光，展望未来，看透悟饭将会在未来之战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主要战斗力，于是和短笛着重训练悟饭，俩弟一块混合双打，一点不带手下留情的。克林则回到龟仙人屋独自修行，龟仙人常常用充满颜色的杂志来勾引克林，借此磨练克林的意志。转眼间3年时间便过去了，众人按照约定陆续赶到小岛汇合。这里是一个相当大的岛屿，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镇子，这个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如果打起来的话会波及到很多无辜居民的。布玛已经有了孩子，但他并没有和贝吉塔结婚。此时贝吉塔还没有赶到，在等待贝吉塔的时间里，仙豆外卖员亚奇洛贝来给大家送仙豆了，送完立刻开溜，不做一丝丝停留。现在已经过了10点钟，按照特南克斯的预言，10点左右人造人就会来到这里。不过整个小岛安安静静，什么也没发生，也没有感受到敌人的气息。突然天空一声巨响，仙豆外卖员的飞行器被炸了，歪歪斜斜的坠毁在海里。快看，那里有人！短笛大喊一声，众人看到天空有2个黑影，2个黑影炸毁了飞行器后不做停留，直接降落到镇子里消失了。人造人完全感受不到气息，如此一来，想要在镇子里找到2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没办法，众人只能分头寻找，各自潜入镇子里寻找可疑的人。城镇里，2个带着红绸带军团标志的人造人在街道上大开杀戒，几个无辜路人已经不幸遇害。最近的雅木茶听到尖叫声，立刻跑来查看，结果被人造人抓住嘴巴吸收能量，一招贯穿胸膛。雅木茶突然减弱的气息引来悟空等人的注意，众人迅速赶往事发地，发现满地鲜血，雅木茶胸膛被掏了一个洞。眼看出气多进气少，马上就要领盒饭了。柯林带着雅木茶去拿仙豆，暂时离开战场。悟空提出转移战场，这里居民太多，容易伤及无辜。人造人表示嫌人多呀，好办，不用转移，把人都杀干净了，不就没人了？人造人用极光直接扫平了几条街道，悟空冲上去一拳头打在人造人的脸上，人造人的铁桶被打翻，露出了脑子。可恶，跟我走，我要打倒你们2个！胖胖的人造人19号笑道：“你是打不过我们的。”人造人20号爽快地答应了悟空的要求，我们就跟你走一趟，让你自己选择葬身之地。孙悟空3人很意外，这个人造人怎么会知道悟空的名字？人造人20号表示：“你们2个我也认识，天津饭、短笛，因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红绸带军团的残党格罗博士。”雅木茶看到悟空一伙人离开，大呼不妙。刚刚短暂的交手，雅木茶发现人造人有一个可怕的能力，就是吸收他人能量。这件事儿务必让悟空等人知道才行。人造人终于登场了，但他们的目的还是未知。悟空一行人新的格斗篇章就此拉开帷幕。